二战时期，德国有一位军官，被称作欧洲最危险的男人，欧洲第一恶汉，曾组织策划了令世人震惊的橡树行动、格里芬行动等著名的特种作战行动，令盟军士兵闻风丧胆。他就是德国著名的特种部队指挥官、党卫军上校奥托·斯科尔兹内。1908年6月12日，斯科尔兹内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，他的祖先是斯拉夫民族，父亲是位工程师，家境还算富裕，但是与多数奥地利人一样，斯科尔兹内的家庭也受到了一战后最恶劣时期的打击。当时的奥地利经济低迷，物价飞涨，通货膨胀极其严重。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，斯科尔兹内的父亲不断鼓励儿子在逆境中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。父亲的鼓励对少年时期的斯科尔兹内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1926年，18岁的斯科尔兹内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工程学，此时他已经是一名身高1.92米的强壮小伙子了。奥地利的大学有着击剑决斗的传统，斯科尔兹内也深受其影响。整个大学期间，他先后14次参加决斗，在第10次决斗中，对手在他左脸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剑伤。斯科尔兹内对此毫不介意，反而引以为荣。后来，这个伤痕甚至被称为荣誉之疤，这也成为了他最具特点的个人标志。盟军士兵给他起了一个相当形象的外号“刀疤脸”。这场决斗给斯科尔兹内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近乎毁容的伤疤，反而让他的意志得到了磨练。1940年2月，斯科尔兹内被选入了有希特勒贴身保镖之称的党卫军第一阿道夫·希特勒师。不久后，因其强壮的体格和勇敢的精神而升至候补军官行列，并转入党卫军精锐部队第2帝国师。1942年4月，斯科尔兹内随帝国师参加了德军入侵巴尔干的行动。同年8月，他被调到苏德前线。1942年冬季，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卡秋莎火箭炮的弹片击中了头部。斯科尔兹内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在重伤后竟然存活了下来，还因此战中的英勇表现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。由于伤病始终没有痊愈，他不得不回国接受治疗。至此，他结束了平淡无奇的野战部队服役生涯。谁能料想，这才是他人生走向巅峰的起点，而事情的转机只是因为希特勒的一次灵机一动。1943年春，在北非战场上，英军的小股特种部队经常偷袭德军基地，并取得了不错的战果，德军为此烦恼不已。希特勒知悉后，决定组建自己的特种部队来以牙还牙。斯科尔兹内就这样交了好运，他于1943年4月18日被任命为德军第1支特种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的指挥官。斯科尔兹内在成为指挥官后，便开始从各军种中挑选出精兵强将来进行训练。他很快就组建起了2个营的精英特种部队。1943年7月，意大利发生军事政变，独裁者墨索里尼被捕。对于希特勒而言，失去意大利和墨索里尼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，因此无论如何都要设法营救他。斯科尔兹内接到了希特勒要求营救墨索里尼的命令，这次行动被称为橡树行动。为了顺利执行这次作战任务，德国情报部门进行了详细的部署。他们了解到软禁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是一片滑雪场，因此采用了滑翔机将特种部队直接运送到滑雪场实施营救的方案。1943年9月12日，斯科尔兹内率领12架滑翔机搭乘了108名德军突击队员，直接降落到软禁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。随后，斯科尔兹内将一名特意携带的意大利将军以叛国罪威胁，震慑住了那些守卫旅馆的意大利守军。大约200名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士兵直接缴械投降。墨索里尼见到斯科尔兹内后，紧紧抱着他大喊：“我就知道希特勒没有抛弃我。”他被顺利救出，并立刻搭乘飞机离开。此次营救行动，斯科尔兹内的小队没有开一枪，仅仅因为一架滑翔机坠毁而导致10人受伤。除此之外，没有1人阵亡。营救任务极其完美，堪称2战特种作战中的经典案例。整个过程还被拍成纪录片，广为播放，成了纳粹宣传工具大肆吹嘘的题材，借以提振德军日渐低落的士气。由于这次成功的解救行动太过于戏剧性，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无不赞美地评论称，
这是一次极为勇敢的行动。墨索里尼的获救，使得德国可以以他的名义组建傀儡政府，为德国暂时缓解了在意大利面临的巨大压力。到了1944年，纳粹德国的败相已经十分明显，德国的仆从国都纷纷自谋生路。仆从国之一的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打算对德国反戈一击，并投靠盟国，但不幸消息走漏。斯科尔兹内在同年10月15日的米老鼠行动中，首先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。次日，他又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匈牙利军队在布达佩斯王宫的防线，抓捕了摄政霍尔蒂，并强迫其退位，成功阻止了匈牙利向盟军倒戈。在1944年圣诞节前后，德军发动的阿登反击战中，斯科尔兹内为了给美军后方制造混乱，特意训练了150名可以流利使用英语的突击队员，冒充成美军士兵，伺机占领桥梁，并渗透到美军后方，制造一系列破坏和混乱。此次行动代号为格里芬行动。这些突击队员给美军造成的实际损失不值一提，而自身损失却不小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恐怖气氛在盟军内部蔓延开来，一时间流言四起，各种德军间谍渗透到某地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就连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都不得不离开统帅部，转移到凡尔赛宫附近，以躲避所谓的斯科尔兹内特种部队可能采取的暗杀行动。豪威尔苦恼地说道：“斯科尔兹内是欧洲最危险的男人，阿登地区的美军更是草木皆兵，宪兵在后方四处拦截士兵，询问各种问题，诸如某个州的棒球明星是谁等等，必须立刻回答，答不出来就先关起来。结果2000多名美军士兵被暂时逮捕，盟军内部产生了广泛的不信任和畏惧。斯科尔兹内的特种部队在阿登的行动发挥了出人意料的巨大作用，再一次证明其特种作战的天赋与技巧，他也因此再度名声大噪。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后，斯科尔兹内先是在山中躲藏了一段时间，迫于压力，同年7月他下山投降。1947年8月18日，斯科尔兹内被关入德国中部的达姆施塔特战俘营。由于证据不足以定罪，盟军曾6次准备将他释放，但出于各种原因均未能实现。于是1948年7月，他再一次施展特种兵的技能，躲进一辆卡车底部，逃出了战俘营。逃出战俘营后，他辗转前往西班牙，并获得了西班牙护照，还得到了工程师的身份。同年底，斯科尔兹内借钱开了一家工业技术公司，自己当起了老板，把价值500万美元的德国铁路车辆和工程设备卖给西班牙政府，作为中间商，狠狠赚了一笔差价。1952年，盟国占领当局宣布斯科尔兹内没有犯下战争罪，得到完全自由的他不甘心过着平凡的生活，于是他来到埃及，担任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顾问。不久后，他又去了阿根廷，在阿根廷，他与总统毕隆关系密切。他曾帮助毕隆组建了南美最凶残的秘密警察力量，并担任毕隆夫人的贴身保镖，而且至少挫败了一次暗杀毕隆夫人的行动。数年后，毕隆夫人下野，斯科尔兹内返回了西班牙，开了数十家连锁超市，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。1975年7月5日，斯科尔兹内这位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因伤病复发，死于西班牙马德里，享年67岁。按照他生前的遗愿，人们将他安葬在了维也纳多布林格公墓，陪伴在其母亲的坟墓一旁。斯科尔兹内被誉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德国特种兵之王。他的一生经历了特种兵、将军、工程师、政客、商人等多种角色。他救过一个元首，刺杀过一个总统，帮过2个总统，与一个女总统暧昧不清，晚年成为身家千万的富翁，还帮助500多名纳粹分子逃亡南美洲，最后落叶归根，葬在了维也纳。他的传奇人生到此画上了句号。